时空既熟悉又陌生，在现代科学的舞台上，这个概念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。它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核心，也是人类最烧脑的一块拼图。人们常把时空说成现实的织布，有时它像一张已经编织完成的四维地图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被固定在那里，这就是所谓的块状宇宙。而在另一种理解里，时空更像一张弹性床单，能被质量和能量压弯拉伸，就像地球让周围的空间下陷一样。问题来了，时空到底存在吗？它是一种真实的物质，一种结构，还是仅仅是人类方便描述宇宙的比喻？在物理学哲学里，有一种观点叫永恒论，他认为时间并不会流逝，而是所有事件都同时存在，就像一本早已写好的小说，我们只是翻到某一页。按照这种说法，所谓的过去和未来并没有消失或尚未到来，它们早已在时空的结构里一并存在。但这样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：如果一切都已经存在了，那时空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像你眼前的大象，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三维物体，会在时间里持续。但如果只是一瞬间闪现的大象切片，它只是发生，却称不上存在。那么，时空是那只真实存在的大象，还是仅仅是大象生命中某一瞬间的切片呢？哲学家魏特根斯坦曾提醒我们，语言会去度假。在物理学哲学里，这句话格外贴切。像存在、时间、永恒这样的词，本来在日常生活中有明确含义，但一旦进入物理学，它们就被重新定义，结果让人越说越糊涂。如果说时空真是一个已经固定的块，那它自身有没有现在这个时刻呢？如果没有，那它就不算在存在，而是在发生。于是有些思想实验提出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五维框架，除了三维空间和一条时间轴，再额外加上一条新的时间轴，这样我们就能说整个四维时空本身也存在在更高的维度里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存在于三维空间一样。问题是，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范畴。我们只是为了解释存在，被迫又偷偷把时间加了回来，结果就像想表述一首完整存在的歌曲，却不得不再次让它一段段播放。这种模糊不清的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在科幻里的想象。在《终结者猛力来》的影片里，时间是固定的，不能改变；而在《复仇者联盟4：选精之战》里，过去是可以被修改的。两种设定看似对立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前提：过去和未来在那里，随时能被旅行者造访。科学上，这些都只是物理学、哲学里的猜想，但它们提醒我们，我们到底是生活在一张已经写好的四维剧本里，还是身处在一张不断展开的宇宙卷轴里？重要的是，爱因斯坦的方程依然正确，实验依然支持相对论，但时空存在这个问题仍然在物理学哲学的边界徘徊。它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定义，而是关于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的终极追问。换句话说，研究时空不是只是计算星系如何运动，而是在问现实本身究竟是什么样貌。我是于哥，谢谢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